谢谢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彩玲。我人生遇到挫折的时候啊，最烦别人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看开点儿。7岁那年，我妈领我去医院看病，医生说不太好治，看开点儿。哼，看开点儿。我得的病是斗鸡眼儿，主要症状就是看不开。医生说我是先天有斜视的基因，然后那年突然间就发作了。我挺不适应的，因为斗鸡眼有特点，看东西会重影，就一个东西在我眼中会变成2个甚至4个。当时我妈可愁了，说咱家这点钱手术费咋够啊？我一看那钱，我说这不够了吗？我到现在还记得，3年之后我眼睛治好了，看东西不重影了。然后有一天打开了李清照的词，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。我说妈，完了，复发了。但对眼也有优点。当时我家亲戚都来安慰我妈，说你女儿很优秀，除了对眼就没有别的毛病。所以当我眼睛治好那天，我想我这不就完美了吗？我再去亲戚家串门，我给人看我眼睛，看我眼睛。亲戚说，哎，这孩子眼睛哎，怎么单眼皮呢？想当年我对眼的时候，谁看我眼皮呀？再长大，这孩子怎么有点矮呢？这孩子怎么有点黑呢？这孩子腋毛支出来了，不好看，不好看。不是说好了我除了对眼就没有别的毛病吗？我问我妈，我说妈，我有这么多毛病吗？我妈说你有这么多亲戚。这个世界谁懂啊？他就一定要挑你一点毛病。那你要是努力改变自己去迎合他，你就是给他脸了。你莫不如就抛给他一个大毛病，就没有人挑你小毛病了。我想问，谁看见7个小矮人会说，哎，这几个人牙黄？谁看见伏地魔会说他有灰指甲？谁看见杨过会说，哎，这个人怎么不刮腋毛啊？让我来刮腋毛那个亲戚，他看见杨过他怎么说？杨过的腋毛问题可太大了，杨过是右边腋毛遮不住，左边腋毛刮不着。我都理解《神雕侠侣》里那只雕为什么那么喜欢杨过，因为那儿有窝。但是没有人会在乎杨过的腋毛，除了那只雕。雕说：“我就喜欢待在这里，这就是我要的夜生活。”所以，如果别人总挑你小毛病，那就只能代表你没有大毛病。我职场也是一样，我当时在英国上学的时候，也在一个印度餐厅打工。当时我那个印度老板拖欠我们所有人试用期工资不给，我说我去管他要。他当时在食品库房点货，我说我要钱，他不理我。我说那我申请仲裁，然后转身摔门而去。我这一摔门，一阵冷风，我才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食品库房，这是零下10几度的冷库。也就是说，我要把我的印度老板冻成预制咖喱。当时我也很慌，我在门口想密码啥，我得打开呀。但是人在慌乱的时候是不可能说英语的，我是不可能在那 Oh my God， 我不可能，我在那说的都是东北话，而且越着急我越口吃，我在那啥玩意儿。我远处的印度同事完全听不懂我在干什么，他们只知道我去找老板吵架了，所以他们以为我是故意把老板锁在了冷库里，然后朝着冷库的门说东方咒语。其实当时我朝着门，我是这样的，我说完了，啥玩意儿，锁里头了咋办呢？我这套咒语被我的印度同事模仿了1周，他们是这样的，哇沙，哇沙，哦苏里托里咋办呢？苏里托里哦咋办呢？咒语事件之后哈。他们就传我精神不好，但是当别人都觉得你精神不正常的时候，就没有人再挑你别的毛病了。以前我老板老挑我不爱笑，现在我笑他都哆嗦。那天来了一桌客人，那几个小孩大吵大闹，我也不管。这要搁以前，老板肯定挑我，服务态度不好。但是那天他觉得我做得很好，因为他刚检查冷库，里边没有小孩。以前我总是在想怎么去打动老板，现在想明白了，打就过分了。动一会儿就行。
这个大毛病能掩盖小毛病的理论，我沿用至今。前几年我妈生了一场病，现在她完全康复了，啥事没有。但当时有那么2个月，她需要剃光头发，戴假发出门，就老有人挑她，说你这假发看着有点假，多荒诞的挑刺儿啊！这相当于你说，哎，我这指南针怎么老指南呢？我妈当时就很生气，说他们怎么总说我？我说妈，他们就是一定要挑你点毛病。你还记得我小的时候，别人老跟你说，你女儿除了对眼就没有别的毛病。你现在往好了想，你就把假发摘了，走在街上，就没有人敢说你有小肚子、外八字儿、驼背，还爱背假包。我妈说谁背假包了？我说妈，你包上写的是喵喵。我妈说就你眼睛好使，早知道不给你治眼睛了。我说你要不给我治，我看的就是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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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既然这个世界总要挑咱点毛病，那咱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让别人觉得这个人除了有毛病就没毛病。谢谢大家。hey, 大家好，我是周奇墨。哎，感谢大家啊！上来给后面的演员开个场。我要不开场，我都不玩这个，谁玩这个？但是开场很难啊，所以我今天就尽力吧。开好了，对于后面的演员是个帮助啊；开得不好呢，就当对他们的一个历练吧啊。如果没开好，各位就接着帮我鼓励鼓励他们，好不好？好。开场还是得聊一点有共鸣的话题啊。想必各位都有父亲。哎，我就知道这个可以啊，巧不巧我也有一个。为啥聊这个？因为今天的主题是不上班你养我呀，这就是我爸现在对我的期待。因为他现在退休了，他有退休金，但是他炒股，所以约等于没有退休金。哎，我爸按照自己的经验就觉得，人到老年还得靠子女。所以他现在就劝我要孩子，特别急啊，动不动就跟我说你咋还不要个孩子啊？都快40了还不要孩子？哎呦，关键是我都没结婚呢。他不在乎啊，他现在比我前卫多了啊。然后还有一次，微信里给我转一个网上的短视频，啊，大意就是说人不要孩子，到老了会孤独。我没有回他，我想让他知道。人有了孩子，你得看是什么孩子，对吧？但我现在就知道，这孩子指望不上啊，我还是得靠自己。所以我现在就开始为自己以后的退休生活做打算。前2年我就开始买基金，越跌越买，越买越跌，买到重仓。我为啥这样？因为我在网上看到巴菲特说过一句话，说你要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，我就贪婪。但我感觉我有点太贪婪了，就巴菲特看见我的贪婪，他都恐惧。他说：“哥们儿，你还是要个孩子吧。”哎，说实话，如果巴菲特对我说这句话哈，我不反感啊，只要他愿意当孩子的爷爷，我可以接受。立刻给他要一个啊！我还有拍灯的。好了，连孩子妈妈都有了，不是？孩子的干爹也有了。不能再拍了，我怕关系有点复杂。一家人啊！不能再拍了，不能再拍了，再拍我也赡养不过来了啊！哎呀。哎，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讲嘛，这个炒股赔钱的段子，但我今天不讲那些啊，我今天就是来分析一下，就为什么股市这么难赚钱，但是这么多年还是有这么多人前赴后继的杀进去，包括我爸，包括我，啊，是因为这些人蠢吗？我觉得只是一方面啊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上市公司特别擅长炒概念、讲故事。啊，比如之前元宇宙特别火的时候啊，很多公司连个产品都没有，只是沾上一点概念，股价蹭蹭就上去了。有句话叫“站在风口上，猪都能飞”，现在是风还没有来，但猪都已经站好了。
就一排排在这站着，还彼此鼓励呢啊！你信我的，肯定有风。你就在这站着吧，肯定有风。啊，你感受感受啊，闭上眼睛仔细感受。屁股后面是不是有个小风？啊，然后一回头啊，发现后面有只猪在那儿。哎呀，后面的猪还在这说呢。哎呀，你们元宇宙不起飞，赶紧起开呀，挡着我了。你谁？我谁？我人工智能啊。我得赶紧飞了，我后面还有无人驾驶呢。真的很难赚钱。哎，股市难赚钱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很多机构向你推销产品的时候，他总要带一句免责声明啊，比如刚跟你说完，说哎这只基金收益很好，但马上补一句，但历史业绩不代表未来收益啊。现在是个很好的买入点，但不构成投资建议。总体来说，股市的长期收益好过银行理财，但股市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。哎呀，我听完以后就想，什么话都让你说了啊！而且你这话明显就是理性中带着一些蛊惑呀，让人很容易听完以后就恐惧中带着一些贪婪。所以我觉得这招父母应该学一下，催孩子相亲用，肯定比之前管用。你想一下，如果你过年回家，你妈这么催你说，孩子呀，给你找了一个相亲对象啊，长得可帅，哎，但历史面貌不代表未来长相啊，以后长成什么样妈可说不准啊，但你去见见呗，没啥事儿，人年薪也高，哦，但这个也不构成选择建议啊，总体来说吧，两个人过日子肯定比一个人要轻松一些啊，但婚姻有风险，相亲需谨慎。你听完以后什么感受？你听完以后肯定会想，什么风险？啊，谨什么慎？别人在相亲市场被不幸福的婚姻套牢，是他水平不行。妈，你放我进去。你看我给你杀一个7进7出。你就等着看绿不绿就完了。我还看过一组国内的统计数据哈，就男的买基金真的更容易赔钱啊？为啥？因为一般而言，女生买基金她持有的数量少，但是持有的时间长，而男的买基金呢，一般他持有的数量多，但是持有的时间短。而就女生买基金一般是这种感觉啊，我的小宝贝，我知道你现在啥也不是啊，还有点爹。但我会一直陪着你啊！你是一个潜力股。而男的买基金呢，一般是这种感觉，我的小宝贝，跟着哥，以后按月给你打钱。哟，这只基金也不错。所以我觉得，女生可以多买一点基金。但这个不构成投资建议啊。要说有啥建议，就是投资真的没有那么靠谱，还是得找个班上啊，有一个持续稳定的现金流最重要。你看我现在为啥又来上节目啊，还要给人开场啊？一方面是出于对脱口秀的热爱，但不多啊。更重要的方面就是我得补仓了啊，因为我最近又看上一只基金啊。这小基金还真的挺不错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洋。我最近还有一个节目也在播啊，然后在另一个喜剧监狱里面服刑。然后我那个节目播的时候，有人知道我参加这个节目来问我，他说你同时录2个综艺，然后还在写书，然后还在录自己的播客，还在做自己专场的巡演，你这么卷。到底是因为热爱，还是因为欠了裸贷？我其实只是因为喜欢卷哈，主要是因为之前上班的时候卷不过别人，我给憋坏了。各位，我第一份工作是在新东方，你也知道我们那边有多卷，可以说是东方真卷。我们之前有一个课，这课叫试听课，
就试听课呢，就是吸引学生先来听，听完了之后再买后边的课就行。就这个课，我们从标题就开始卷。我为了卖课，各位，我已经豁出去了。我的标题叫《英语阅读理解的5个秘密》。其实阅读理解只有2个秘密：认真阅读，仔细理解。我硬凑5个，然后我的课没人买。我说那看看销售冠军的课，一看标题我就服了。它的标题原文啊，阅读理解再也不用阅读。我说大哥，真敢教，哎，完全不用阅读，纯靠自己理解。怎么是朱丹老师也上过这个课吗？然后一会儿给您下跪。然后这老师还有一门课最厉害，这门课叫做1个小时搞定英语的奥秘。这门课6个小时。我说那剩下5个小时干啥呢？研究英语阅读理解的5个秘密吗？最狠的是这个老师还来卷我。我有一次惊讶的知道，这个老师跑到10个销售组长那边，人手送了一台最新的手机，求他们不要卖我的课。我天，各位，我当时都惊了，销售组长也惊了。销售组长拿着手机，问心有愧，本来也没人买他的课，何苦破费呢？交给时间不好吗？我也很惊，就为了不卖我的课，各位，你只需要给我6台，我就可以不卖我的课；你给我8台，我可以主动卖你的课；你给我10台，我参加喜剧之王我都卖你的课。我后来一直在想，我说这样的课到底什么样的学生会喜欢？答案是所有学生，因为很多学生他们就希望用最小的努力换来最大的收获。我自己亲身经历，我有一个学生，高考前一天跑到北京雍和宫，站在一个许愿池前，想用他小小的付出，获得大大的收获。他掏出一个1块钱的硬币，扔进池子里，说：“希望神仙可以保佑我考上清华。”哎，真敢许啊！我要是神仙，我一把把硬币抓住。我说：“大哥，真的吗？1块钱，上清华，1块钱，从这儿到清华坐地铁4块钱。”你到我这儿洗钱来了？要命了！我后来来到这个行业，这个行业更卷，但是单口喜剧行业的卷比较客气。我们有一种默契，就是如果大家经历了同一个素材，谁先把这个素材写成段子，那这个段子就归谁。所以我们发展到现在，我们已经不光是抢素材，我们还抢去开放麦的共享单车。只要能抢到，别人就讲不了。我们抢到什么地步？各位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真的。我有一次亲眼看到黑灯，为了赶开放麦，骑上了一辆共享单车。我们当场所有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除了黑灯。开灯，开灯，我给他开灯。太夸张了。但关键是在这个行业，我如鱼得水。各位，因为我骑共享单车骑得快，也有别人骑得快，但我锁车锁得快；也有人锁车快，但我敢不锁车。我就是这么卷。我为了抢段子，我被车撞了都没关系。我骑着单车去开放麦，然后路上一辆卡车砰把我撞了。护士把我的残骸捡到救护车上，捡的时候也不会耽误我抢段子，我会掏出我的段子本给护士说：“别管我，拿着这个去开放麦，上台念出来，就说是刘洋先讲的段子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小刘。”单口喜剧人很少团建，因为我们去团建，大家都不玩，都是彼此提防，谁也不要抢素材。你想，如果我们玩着玩着，老板突然掉到水里，
没有人会去救他。所有人第一反应是看彼此，谁也不要掏笔记本出来记。只要有一个人掏出笔记本，所有人都掏出来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别逼我啊！别逼我啊！要写一起写啊！这个时候我还得在从中调节，我说大家别抢了，一会儿老板完了。看似我在调解，实际上我在向远处的助手发送莫斯电码，记下这个素材。我就是这么卷。可能最后僵持完了之后，然后一看水面，老板已经没影了。这个时候我们也不会去救他，我们只会掏出1块钱的硬币扔进水里。希望神仙保佑我抢到这个段子。当然，这个多少有点夸张，因为这个时代谁还会为这种情况随身带着1块钱硬币？我就这么卷。而且我不光许愿抢到段子，我还许愿抢到一瓶统一春福绿茶，因为它创新使用了微发酵工艺，温润茶香，如春风拂面，直接就卷到了无糖界。商务段子我都先写了，我就是这么卷。当然，我之所以这么卷，也是因为我坚信，作为一个创作者，持续创作就是他留在场上的唯一方式。所以我希望我即使到100岁的时候，也在跟这帮演员朋友们比着赛着写段子。我希望到时候我真正能做到垂死病中惊坐起，笑问这段子我能写不？谢谢大家，我是犬王刘洋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南瓜。我的工作是个外卖骑手，现在也讲脱口秀，但我讲脱口秀一直很怕，我怕场子没反应，怕冷场，我就特别羡慕我爸，我爸他从来不怕，我爸他是吹唢呐的。我爸的工作呢是个唢呐匠，他有一个唢呐班子，专门在我们农村那边吹一些百鸟朝凤那些曲子，送那些去世的人走。他这么多年已经送我们陕西宝鸡那一片很多人走了。人送外号宝鸡费玉清啊！我小时候就特别羡慕我爸这个职业太好了，因为小时候家里穷，吃饭都吃不好，我爸天天在外面吃席啊，他天天吃席，吃得真好。当然他自己吃席也会给家里打包一些剩鱼剩肉，我很喜欢吃。我从小就是吃那种百家饭长大的，我现在长大了送外卖给百家送饭，也是一种回馈了。我爸现在还在村里吹唢呐，我在外面讲脱口秀，也都算演艺行业。但有时候确实挺羡慕我爸的，就是我平时在剧场演出，底下观众坐的舒舒服服的，有的还翘着二郎腿，还有玩手机的。我爸表演的时候，底下都得跪着。讲脱口秀太难了，讲到好笑你们才笑，讲特别好笑大家才鼓鼓掌的。我爸只要一开口，底下就开始磕头了。我小时候跟我爸练过吹唢呐，练过几首唢呐曲子，还真没想到小学6年级派上用场了。老师当时要报节目，全班没有一个人报名。这个时候我同桌说：“老师，他会吹唢呐，他会吹唢呐。”我老师：“哎呀，你还会吹唢呐呀？民间艺术啊，来报上好好表现。”就给我报了，然后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吹了，吹了2句，吹得校长脸都绿了，差点跪下了。其实小时候活动还挺多的，做什么手工作业比赛，我喜欢去动手，我努力认真的去做，每次拿不到名次。后来发现那些其他同学都让父母帮忙做的，我说找父母，这不是作弊耍赖吗？那回去我也找我爸，我爸做的就太专业了，他做那白事上纸扎的房子太好看了。我当时随便拿的一个带到学校都是降维打击，我看着同学们羡慕的样子，我不要用你爸的业余挑战我爸的专业。我家里那种纸扎的东西还挺多的。我现在在上海送外卖，我经常会在路上遇到一些超跑豪车从我面前过去。说实话，我也不太羡慕，家里什么都有。我家还有4合院，还有私人飞机。我知道那些东西，我早晚有一天我能用上。但确实啊，唢呐匠这个工作啊，一直他都没有社会地位。我爸一直被人瞧不起，我小时候也经常被一些同学嘲笑我。他们放了学见了我，你爸吹喇叭的，你爸吹喇叭，吹喇叭。我说吹喇叭怎么了？到时候还不送你爸走。
我从小都很自卑啊，我一直找不到对象，我知道我很自卑。我前段时间还去相亲了，其实本来还聊得挺好的，聊着聊着，他突然就问我，那个你爸爸做什么的呀？我说我爸爸他玩音乐的。他说玩音乐，那做什么音乐的？我说他有一个乐队，平时在我们宝鸡那边巡演。他说啊，那你爸是那种 live house 吗？我说不是 live house， 是 dead house。那你爸这个乐队水平怎么样？能不能去参加那个乐队的夏天呀？我说不太适合，他这个呀不太适合线上，平时接触的都是一些 underground 的。我爸这个确实不太适合线上，当然他也不适合线下，他适合那些下线的观众。我爸在村里待了一辈子，他连普通话都不会说，更别说表达自己了。当时有个自媒体博主到乐社，粉丝特别多，他们找我拍一个视频，一边拍我一边在我老家拍我爸妈，让我爸对着镜头对我说一些话。我爸对着镜头，哎呀，紧张的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那个导演就说：“那你用你最擅长的方式表达一下吧。”非常自信拿出了唢呐。导演说：“你儿子啊，说他最喜欢的歌是《起风了》。”我爸就唢呐练了一首《起风了》，然后对着镜头对我吹了，把我喜欢的《起风了》吹成了上天了。我爸现在也知道我在讲脱口秀，他非常的开心，我们也算是演艺世家了。我爸非常的开心，我今年也是，他也希望我能走上更大的舞台。我今年也是登上喜剧之王这个大舞台，也是上线上了。今天也是非常开心。如果线上表现一般，那我回去演线下也挺好的。如果线下再不行，那我就回去跟我爸做下线。好，谢谢大家，真是开心啊！哎，大家，来，我们先回到人间一下吧。我们先啊，我要讲一个我其实从来没有讲过的素材，就是我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其实是船员，就是在开那种商船，在远洋。做驾驶员，开那种大集装箱什么的，选择这个工作是因为感觉这个工作就是浪漫而自由，但是上了船发现就是这个船上呢就是偏偏没有自由，你知道，就是我们这工资很高，但是我们工资高都是拿我们的自由换的，就感觉很像在坐牢，你知道吗？就只是坐牢的人他是先挣钱再失去自由，我们是每个月按时给的。我们其实一出海就7个月，一出海就要跑7个月，你知道7个月21天就可以养成一个好习惯。7个月210天，你可以养成10个好习惯。你要是实在无聊，你甚至可以先养成5个好习惯，然后再戒掉5个好习惯。哎，出海半年，归来仍是不良少年。我本来想我环球旅游吧，我是无聊，那我就当环球旅游了吧。但是你知道吧，这不是你决定的航线，公司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派我去非洲。就一直派我去，我本来有一些航海梦想，想要致敬各路伟大的航海家，但我感觉我一直在致敬郑和。我天天待在南半球，我感觉我头上的旋儿都反了。就是你知道，在南半球待久了，你会特别想念北方，你会特别想念，我好想念我北方的福建老家。我做实习生的时候，反正还是有很强烈的航海梦想，但我发现那些老船员，就是他们完全对这些一切都非常的麻木，他们觉得这个什么航海就是上班，他们觉得一切都很麻木，见怪不怪。有一次我夜航过了一个群岛的时候，我甚至看到过一个火山正在喷发，我说哇好浪漫，我说二副火山，他居然跟我说哇我来了好多次了，我一直以为那是个灯塔。灯塔没有冒烟的吧？人家虽然落后，也不至于灯塔烧柴火吧？他对一切都很麻木。我就像有一天我告诉他说，哇，路飞那里有个路飞，他会跟我说，我以为是个渔夫，他来了很多次了。那我们去非洲，我们其实是要经过很多海盗区的，我们是要经过海盗区的。这帮人连防海盗都防的一种班味很重的感觉，就是他们防海盗是防给公司看的，好像就是海盗来了无所谓，但是如果公司发现你没有好好防海盗，可是要扣工资的。我们会在船舷边上弄那种一圈一圈去那种高压电网拉一圈，其实都没有通电，因为怕电到自己人。然后会挂一个牌子，啊，上面写高压危险，啊，写的中文。我这个电网是国家电网吗？不是
海盗连海盗英文都不一定看得懂了，写中文，你说怎么你就赌海盗里面有中国人是吗？就中国人只骗中国人。然后他们会在船舷边上放一个那种稻草人啊，假装有一个人在那里瞭望。我说都这种时候了，咱就放一个人在那边会怎么样呢？你放一个稻草人在那边，你防海盗还是防海鸥啊？对吧？而且你就是稻草人没有成本，那你要放你就放一排嘛，你就放一排稻草人，万一海盗读过兵法对吧？他一看哇，草船借箭。然后他们请那种为了贪便宜，请那种3个那种安保人员上来保护我们。那3个安保人也不知道哪个国家请来了3个，枪都开不清楚。上船之后要试枪，我们扔了一个油漆桶在船尾飘飘远，他们就咚一枪打不到，咚一枪又打不到。我说那完了，油漆桶都打不到，那海盗要是化妆成油漆桶，那你不是更打不到？然后那个船长就很淡定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不要急嘛，到时候就打到了嘛。”我说：“这怎么让子弹飞啊？现在啊，什么叫到时候？到什么？到30年后子弹正中眉心啊？”我说你这个枪厉害了，你这个枪打出来子弹延时效果的啊！你这什么弹道啊？你这个弹道是衰迟弹道吗？然后3个安保人员就跟着我们跨越印度洋，绕过好望角，嘣嘣嘣就跑到那个西非的一个叫几内亚湾的地方抛锚，一个锚扎下去，然后3个安保人员就走了，然后海盗就来了。哦，真的，但那西非那边的海盗，它不是那种很吓人的海，它是那种冷兵器海盗。它的工作模式是半夜偷偷到你的船边，如果你没有发现它，它就会上来抢你的东西。但如果你发现它了，它就会假装自己是在捕鱼。它这个工作模式很特别。我们一般是上班摸鱼，很怕被发现，他们是一被发现就开始摸鱼。然后你知道，然后我们其实大概在那里抛了30天的锚吧，30天锚。然后那帮海盗就天天来。其实到后面我们都很熟了。然后来了之后打个招呼，他就发现我们戒备森严，然后就很落寞的离开，然后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领导交代说，嗨，今天又摸了1天鱼。但是你久而久之，你会发现他们一开始只是7、8个人钓上来3只秋刀鱼的，但是他们每天都抢不到东西，每天都开始捕鱼，他们捕上的鱼越来越多。我到了进港前，他们看每天有时候能钓出10几条秋刀鱼上来。真的到进港前哦，他们有些不怎么来了，可能是发现就是捕鱼可能比做海盗挣钱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能量的结局，对吧？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我大概跑了6年船左右，跑了大概6年船嘛。我觉得到了后面真的是这样，我明白，就是什么浪漫的东西，你经常去之后，你就会很麻木，你对于一切都会变得很麻木。就是我觉得陆地上的人可能都会在说什么我很想要去马尔代夫，对，我想要去马尔代夫。但如果你经常去非洲，你要经过印度洋，你就天天经过马尔代夫。你经过马尔代夫，就跟你经过一家路上卖某劳一样，就是有的人还说什么心中有海，哪里都是马尔代夫。你人在海上，你心中就只有卖某劳。你在船上你吃不到，你船上你就只想要吃你吃不到的东西，你知道吧？船上有大龙虾，但你只想吃小龙虾。因为船上我太想吃卖某劳，因为大厨不会做，你知道，大厨会做华某式，但他不会做卖某劳。大厨会帮你做好什么汉堡，然后牛奶，然后苹果切片放在那边。我说那玩具呢？我记得我最后一个航次，大概有跟几个实习生在国外靠了一个港口，然后下地之后，他们跟我一起下地。我说你们准备去哪里玩？他们说三副我在网上查了一个沙滩，我觉得很不错。我说去沙滩？你们该不会是要去看海吧？我说我不去。他说那三副你要去哪里？我说我去码头整点薯条吃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洋教主。又走到总决赛第1轮了。去年就是在总决赛第1轮淘汰的，可以说离走完全程就差一点儿。今年就完全不一样了，看了前面的节目就知道了，今年差的不是一点半点。我天，之前的节目上来一轮，上来一个我比一个，上来一个我比一个，比一次我输一次，比一次我输一次。我现在去待定间就跟回家一样。我在待定间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给新来的人介绍这个待定间，告诉他们，你看这儿能拿水，这儿这儿能玩手机，这儿你在这儿偷偷哭，别人发现不了啊。我天，真的比1轮待定1轮，我在现场的时间都没有现场观众多。待定的我都开始怀疑自己了，我在想我还适合说脱口秀吗？但还是大数据懂我。当天晚上，小某书就推给我一个帖子，快来喜南报名当观众吧。
那一瞬间他不是小某书，他是冒犯的艺术。而且这不是他第一次冒犯我了，他之前一直给我狂推一个2合1的洗发水，希望我来买。2合1洗发水是洗发、沐浴2合1，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懒蛋，我洗澡的时候懒得摁2次瓶子，我说我不买，但他觉得是没有懒到我心坎上，所以开始给我推荐3合1的洗发水，洗发、沐浴、护发3合1。你很难想象一个洗发、沐浴都不分开的人有护发的需求。我说我不买，他最过分的是开始给我推荐5合1的洗发水，5合1，洗发、沐浴、护发、洗脸、剃须泡，我都不敢买，我怕我买了之后打开盒子里面就是块肥皂。而且我之前做了近视眼手术，我这个眼睛不能进水，然后汗水也不行，但是我又特别喜欢健身，然后小某书给我推荐了一个几乎完美的解决方案，他推荐我健身的时候戴一个潜水时候的游泳眼镜。各位，您有戴过潜水镜去健身吗？眼睛不可能进水，因为一看就知道水在脑子里。汗水进不了我眼睛，别人也进不了这健身房啊！别人一进来看到我说：“我去，这健身房水这么深吗？”我说：“我干脆不如我就再背个氧气瓶，我带2脚蹼得了，我穿戴齐了健身得了。”因为是这样的，各位，如果我只带潜水镜健身，别人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病的人；但如果我穿戴齐了健身，别人只会觉得我是一个迷路的人。我一进健身房说：“哎，海呢？不是，又走错了。哎呦，来都来了，练一组吧。”你知道他还推荐我啥？他推荐我洗澡的时候也带这个潜水镜。各位，这真的有点触碰到我的底线了。我在想，我不带，不就是闭眼吗？闭眼就好了，水不可能进到眼睛里，我就闭着眼睛洗。我闭着眼睛，水打湿我的身体。我刚要开始洗头的时候，我发现，我真分不清哪个是洗发水啊！我就后悔没买那个2合1的洗发水啊！那一瞬间，我都跟黑灯共情了。黑灯那个发型一看就是经常拿错洗发水啊！本来要拿洗发水，拿成了炸药。我在想，洗发水上连个盲文都没有，连个盲文都没有。其实有盲文也没用，很多地方有盲文也不解决问题。你比如说电梯的按钮，电梯的按钮上面是有盲文的，这样盲人就知道我要摁几楼了，多完美。但你能不能行好，给人家配个语音，告诉人家盲人现在停的是几楼啊？这要是中间多停几次，电梯门一打开，我都不知道我在哪儿。电梯里是盲人，电梯外是盲盒，盲人只能盲猜。要去20楼，摁完了之后，中间停了4、5次，猜了4、5次，实在不行了，一下来必4。旁边人都惊了，说：“我去，盲人要开车呀，这帮人。”而且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，经常就差一点，就差一点点就解决问题了，就好像我的人生一样。我之前也是，我之前差一点点就学会防身了。我是这样，我是在那个之前有一段时间计划出国演出，然后我说这个老说国外很不安全，我就查一下在国外怎么防身。他们推荐我在国外买一对那个纸虎，纸虎我不知道各位见过没有，就是5个大粗戒指连在一起，就好像你把奥运5环抓在手里了。就那个玩意儿的攻击力，就别人如果来抢劫我，我一拳下去，既保住了我兜里的200块钱，又能赔他2万医药费，非常的有用。但这个东西买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我说这玩意儿差一点点就能防身，因为如果我把它买来，我只能把它放到我的包里，放到包里它就没有了防身的意义。别人一持刀抢劫我，我说 OK， 你还敢抢劫我啊？你不知道我包里有什么吧？啊！哎，我给我一刀啊！这拉链还卡住了，这拉链啊！大哥，你稍等啊！大哥，哎，我去，又一刀，大哥，别捅了，大哥，大哥，哎，这里边还有个布袋子，这绳子怎么这么多？大哥，哎，别捅了，绳子还卡住了，拿你刀拉一下，刀拉一下，刀拉一下。
后来在想，我干脆学一些那个真正的武术来防身好了。建议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彩亮。我这个人情绪稳定，很少哭。我妈教育有方，小时候日记被我妈偷看了，哭。我妈说：“你日子多幸福啊！你想想那非洲小孩，饿的都吃不上饭，人家都不哭，你哭。”我说：“你咋知道人没哭呢？非洲小孩日记你也偷看呢？”我妈说：“哭没用，写日记也没用。要是真喜欢写，就写出高分作文才有用。写作文老是那个题目，我爱我的妈妈。我当然爱我妈妈了，别人妈妈那不阿姨吗？想得高分永远是那几句话。我的妈妈在我高烧的深夜照顾我，在雨中接我放学，为我打伞，淋湿了自己。哎，淋湿的永远是我妈，但发高烧的永远是我。那年东北旱灾，庄稼旱死了上百亩，我妈被雨淋湿了47次。我妈在哪儿哪儿下雨，铁岭萧敬腾。全班都写妈妈打伞，妈妈打伞。班主任开班会的时候都疯了，你们不要再打了啦！做啥都得有用，出生开始就得有用。1岁就抓周，一堆亲戚围着我，七嘴八舌，看我将来有什么用。我抓了个听诊器，他们说不错，医生。其实我可能就想把耳朵堵上。我表弟抓了个铁饭碗，他们说我们家光宗耀祖就靠我表弟了。所以抓周这玩意儿是真准。虽然我没有成为一名医生，但我一直觉得他们有病。抓铁饭碗的表弟更准，他现在在干吃播。就算死了也得有用。我姥爷走了20年了，这20年我姥每周给他准备3根破香蕉和5个过期月饼，求他办了70多件事儿，就没有人考虑过他生前糖尿病。每次给我姥爷烧纸，很少说多怀念他这个人儿，总是让他保佑我们点啥。几年前我要去考试，我姥就跟我姥爷说，保佑孩子考100分。我考的是雅思，一出分7.5，我姥转身就把月饼撤了。家里别人遇到什么事儿也会求我姥爷帮忙，除了烧纸还会烧烟呐，什么别的。这么说吧，我姥爷身边现在全是2手烟、2手手机、2手手表。我姥爷在那边急需一个转转。做人做鬼核心都是有用。前几天我姥摔了一跤，没有人告诉我。我妈后来说，告诉你你回来也没有用，人呢还是要做有用的事儿，你就好好整理短视频。我说妈，如果所有人都只做有用的事儿，谁刷短视频？就是做那些没用的事儿的时候，我最快乐。前几天给我家柯基修了个蜜桃臀。别人问我花180给狗屁股修那么好看有什么用？我说没用，但是我开心，因为我没法花180给自己修一个好看的屁股。凭啥非要有用啊？没用的人活得更爽。你看咱们这个节目啊，最有用的是摄影大哥，他不录这节目纯白眼。其次是观众，你们不笑这节目纯尬眼。最没用的就是气氛组嘉宾。太早了。他们不点评，这节目纯享版。但是我们有谁比他们过得好？我们每天都在努力做一个有用的人，干有用的事儿，好累呀，不想有用了。直到今年第1轮比赛的头一天，突然看到一条新闻，言之凿凿说小行星即将撞击地球，导致世界末日。我说，哎，要是真的，怎么还有种解脱感？就是不是我主观不努力啊，是客观不允许了。这就好比公公婆婆天天催着生孙子，结果一觉醒来绝经了。
种精神状态就是绝子。我说小行星，你可说准了，来啊！那一夜我灵魂狂欢，什么有用都没用。看见别墅废墟，看见豪车废铁，看见富豪狒狒。我还真走了。不努力了，什么喜剧之王单口季不去，另一个节目也不去，地球都要熊熊大火烧焦了，那爱奇艺的节目和腾讯的节目都会糊。人情世故我不再在乎。爱奇艺导演跟我说：“彩玲姐，要不要用你的短视频账号给我们节目打广告？”我说：“不打，号卖了。”我给我女儿看小行星要撞地球视频，我说：“妈妈爱你，来把教科书拿来，给你烧了。以后随便刷短视频。”我女儿一刷下一条，专家已辟谣。我说：“写作业去，把火也灭一下。”我女儿说：“妈妈，那你呢？”我说：“我看喜剧，爱奇艺喜剧之王单口季，花小钱看大戏，连续包月更便宜。”好像只有想到世界末日要来了，我才能心安理得的做个废物。我活到今天一直在做有用的事儿。从小的教育让我一直以为，只要努力，更大的快乐会在后边等着你。但是这是骗人的。小时候我们院里仨女生都喜欢跳皮筋儿，我老是回家写作业凑不齐，但是写作业的时候嘴里也捣鼓小皮球拿脚踢，2856、2857，再凑齐，岁数大跳不动了。那年我们仨正好28、29、31。那时候我姥爷亲手扎了一个风筝，老想带我出去放，还用吃的诱惑我说：“走啊，香蕉带着呢，还有月饼呢。”但是因为我有作文课、数学课，一次都没去过。现在在看放风筝，风筝和姥爷都在天上。我写完这篇稿子，跟我女儿说，什么都没用，你的世界你快乐最有用。我女儿说：“对呀，我的世界本来就没有别人呢。”谢谢大家，我是彩玲。大家好，我是彩玲。我是一个网红，但我发现网红现在不是一个好词儿，不信咱试试啊。大鹏导演最近是不导了一个新电影，叫什么来着？长安的荔枝。长安的荔枝挺好，对吧？咱们把网红放进去，长安的网红荔枝。一听就不是什么好大棚种出来的。但是我就是一个网红，所以每次我参加活动，主持人介绍我的时候，就会非常煞费苦心。张彩玲，大胖媳妇儿的媳妇儿，互联网超高人气女老铁。我心想，这还不如网红呢。还有一次更夸张，主持人说：“欢迎张彩玲，跨国家庭幽默短剧创始人。”我老公听完吓一跳：“谁撞死人了？”我说：“我撞死你汉语老师了。”因为网红不好听，现在很多人管我们叫博主。博主就是你发的博，你是他的主人，你的职业叫博主。如果这么定义职场，那财务叫财主，全职带娃叫妈祖，东北公务员都叫关东煮。作为短视频博主，收获了非常多的点赞，所以现在很多人问我，彩玲短视频到底有没有流量密码？我今天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，你别想那些歪门邪道，你就踏踏实实沉下心来，嫁个精神病。我妈第一次刷我视频，看还有这么多赞，非常不理解。她说：“咱国家年轻人是不是精神压力大呀？怎么专挑着精神病当网红呢？”我说：“有的国家精神压力更大，还选精神病当总统呢。”
做短视频之后，我也成了个精神病。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？我以前说过一个事儿，就是讲我这个外国老公第一次来中国上蹲便不会蹲，我还得教他。对，我教他，我说双腿弯曲，重心下沉到极致，他一个努力跪下了，然后怕弄脏，把衣服一件件都脱了挂门上了。看着他这厕所上的一丝不挂啊，这要搁以前我早发火了，现在我想。早发早火了，多好的老公啊！自带流量，他能掉里头就更好了。每次我发我这个外国老公干了什么傻事儿，流量就很好，这感觉太让人上瘾了。我每天就刷那个点赞，除了赞我啥都看不见，看见赞我就兴奋，我成了一匹赞狼。但如果发别的内容，流量就一般。为了这个事儿，我还找了一个网红前辈去请教。我说，从长远考虑，我应该写点什么内容呢？前辈问：为什么考虑长远？短视频的核心是什么？是短视。网红是什么？大家想听啥你就说啥，这叫网红。我说，那如果我就说我想说的，不管大家听不听呢？他说。那个叫网课。前辈说，网红的优点就是流量大，号说火就火；网红的缺点是寿命短，号说封就封。哎，听完他那番话，每次我听到那个卫生巾广告，我都感觉非常恐惧。不管流量多大，都能瞬间消失。我流量最好的一条视频是讲我的儿子，他叫张拿铁，啊，他作为一个混血宝宝，居然不会说英语，还被双语幼儿园给拒收了。这个视频让我涨了很多新粉儿，我正乐呢，前不久张拿铁突然开始说英语了，塌房了。祸不单行，茅房传喜讯，我老公会蹲了。听着儿子英语发音准确无误，看着老公在厕所蹲得稳如泰山。我心想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哎，你们这么正常，我发啥呀？是你们自我成长的时候吗？你说一个好好的外国小孩，怎么还说上外国话了呢？我这个号起号就是靠老天爷赐我精神病，现在流量来了，精神病怎么还擅自痊愈了呢？我觉得王菲春晚那首歌就是给我唱的，世界赠予我，也赠予我。赠我一场病，又慢慢痊愈。姚风铃，他俩痊愈谁疯了？铃。我都没敢跟家里老人说我是网红，我爷是听邻居说的，问我啥叫网红啊？我说这么解释吧，电视上给你演的叫明星，手机上给你演的叫网红。我爷说，那你啥时候能从网红变明星呢？我老公说，现在呀，投屏。哎呀，每个网红都想被人记住，也都想向家里人证明自己是可以被人记住的。所以第二天我爷去沈阳看病，我就非要跟着。我说爷，一会儿上火车你就能看到，网红跟明星一样，有很多人认识我，非常的风光。结果那天在火车上根本没有人瞅我。马上到站了，终于有个大姐啪嚓打我一下，哎，你是那个张？我心想，证明自己的时刻到了。大姐说，你是张铁林。哎，不对，那是皇阿玛，那是皇阿玛。你别说啊，我能想起来，你别说，我能想起来。然后她转身开始打她老公。哎，老公，他叫啥来着？他叫啥来着？我老看他，你帮我想一下。哎呀，他有个儿子，他儿子可荒诞了，可愁人了。网友都拿他儿子玩梗，他叫啥来着？她老公说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想起来，他叫那个向太。我是彩玲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彩玲。我以前说过，我就谈过一次恋爱。今天我把话说全，虽然我谈过的恋爱屈指可数，但我追过的男人不计其数。上学的时候，我吸引男生注意力的主要手段是模仿电视剧。当时《还珠格格》热播，香妃娘娘以香为美，我就想模仿。但是我家没有香水，最香的东西是洗发水。
运动会那天，我在头上涂了好多洗发水，结果拔河的时候，天降大雨，全都是泡沫。我怀疑那天我们班输了跟我有关系，因为绳子滑，抓不住，香妃没学成，成了华妃。我又看了一个台湾偶像剧，是艾拉和吴尊演的，你们看过吗？啊，那里艾拉是个假小子，然后男主很爱她。我雷厉风行，剪了短发，穿男装，穿球鞋，说话声音压得特别粗。2周过去了，没有人追我，但是全校都在传我要去当兵。从拔河的情况来看，应该是个炮兵。我还模仿偶像剧女主给男生叠千纸鹤，然后把最想对他说的话写在千纸鹤里。我给我喜欢男生叠了上百个千纸鹤，里边全都是我熬着夜红着眼给他写下的高考考点。老师没收这一罐千纸鹤的时候都感动了，多少年后还跟那男生说，当年你但凡跟张彩玲早练一点儿，都能考上个3本。但是我喜欢男生说他喜欢偶像剧里那种柔柔弱弱、乖巧可爱，尤其是那种蠢蠢笨笨的，我就开始装。从那以后，他在问我这题怎么做，我都说这题第1步应该这么做，第2步人家就不会了啦。其实人全会。考试考好了也不敢给他看成绩，生怕被他发现。我表面在装傻白甜，私底下可是数理化全来。文史哲也沾，学的可花了。我俩进入了暧昧期，我寻思得加快点速度。当时学校有一个数学竞赛，问我去不去，我说我不去，我要去看我哥哥打篮球。那天篮球比赛我做足了功课，要把女生乖巧柔弱的得分点集中呈现。我坐在篮球场旁边，手里拿着给他准备的饮料，身上披着他刚脱下来的校服，袖子里还藏着一个随时可以检查刘海的小镜子，的同时还在给他织围脖，的同时还在装自己肚子疼很虚弱，的同时还在给哥哥加油。那天给我手忙的呀，肚子疼织围脖弄刘海加油，肚子疼织围脖弄刘海加油。裁判都震惊了，说这学校挺好，比赛还配了一个聋哑解说员。后来我发现我们班那天参加数学比赛的同学获了奖，可以申请高考加分，给我后悔的呀。我就在想，我为啥一直在装弱，就是因为这些剧给我洗脑，让我永远在幻想被一个男人征服，就是被征服。好像我出生没有别的目的，就是被征服。我出生应该就唱着就这样被你征服出生，然后医生剪断我脐带，我说你切断我所有退路。哎，这些剧到底是怎么给我洗的脑？那天我回家一打开电视，正好是一场经典的偶像剧征服大戏——强吻。前1秒钟俩人还在吵架，突然男主就把女主怼在墙上就强吻。女主前边还在拼命挣扎，突然就放弃抵抗了，就那手永远。男主的嘴里是有电棍吗？霸总的嘴要是这么好用，还要警察干啥呀？巴黎街头发生暴乱，警方都不出动警力。就派这几个霸总：龙傲天、顾北辰、道明寺，把这个局面给我稳住。那以后我也不装弱了，而且长大之后我特别怕别人觉得我弱。然后前几年我怀着孕参加了一个节目《奇葩说》。当时所有人都在照顾我，从导演到演员见着我都会扶着我一只手，让我缓缓往前走，也不知道是有喜还是慈禧。我只是怀孕，我又不是黑灯。而且不管是黑灯还是怀孕，其实都不用那么服，除非黑灯怀孕了。
那不服不行。比赛开始了，我的队友还跟节目组说今天啊情况特殊，我们当然都是正常站着辩论，但是彩铃是坐辩。但是辩论这东西，它坐辩根本就使不上劲儿。他们也是好心，就是怕我万一有啥意外再升在台上，我站起来给我摁下去，我站起来给我摁下去。我想告诉他们，就这个动作啊，最容易生出来。我往那儿一坐，手里拿着水，这手摸着肚子，然后给别人加油。我觉得场面怎么似曾相识了呢？我怎么又回到那篮球场了呢？出走半生，归来仍是聋哑解说员。我说不行，我是来比赛的，我要站起来。我那天站起来跑到场中间一顿输出，其实那天我表现还挺好的。当时看着观众给我投票的投票机一盏一盏亮起来，我才知道什么是我最需要的。那天挺着儿子比赛，赢的也是铤而走险。当时我灵魂出窍回到篮球场了，我好心疼那个17岁坐在篮球场旁边手忙脚乱给别人加油的小姑娘。我想跟她说，你没做错什么，你只是那个时候还不知道，你更应该为了自己站在赛场上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彩玲。好，我是彩玲。哎呀，我能进总决赛，说明这节目也挺菜。比到这儿说点真话吧，这个节目是有点黑幕的。半决赛的时候，节目组就跟我们说，你们谁打到了总决赛，就可以坐着这个电梯闪亮登场。我们就跟节目组说，这个电梯其实可危险了，如果有演员看不清、站不稳，就可能出事儿。节目组说我们解决，然后当天就把黑灯和小佳淘汰了。对，确实是。我瞎说的啊！现在你们看综艺、看直播，很多话都是假话，不能当真。比如我常刷一个直播间，专门卖假包。这个主播有点东西，他说他家的包是 LV 2025最新款，意大利原产地发货。首先 LV 是法国的，他说是意大利40年手艺的老匠人用独家工艺9子离火定燃子手工缝纫的真皮包，全球限量300单，马上上车之前被英国王室抢走了12单。凯特王妃亲自去广州拿的货。这个包35一个。我不信，所以我买了一个。买完我信了，因为这个包的 logo 就写的 LV 2025。但是我不在乎，我抢到一个包，英国王室就少一个包。我们从小就非常习惯听人睁眼说瞎话，真的。我小时候，我妈怕我早恋，就跟我说亲嘴儿会怀孕。我说妈，那我是哪儿来的？我妈说你是垃圾堆里捡来的。我说妈，亲个嘴儿就能怀孕，你非去垃圾堆？那垃圾堆多臭啊！我妈说没有你爸嘴臭。我长大也睁眼说瞎话，比如我当年的婚礼司仪问我，辛博，对，啊，问我无论贫穷与疾病，你都愿意和他终身相守吗？我说愿意，当然不愿意了。贫穷与疾病一个就够呛了，如果小佳还赌博，哎呀。那只能再见爱人。你都没法让他金盆洗手，金盆你买不起，手他还洗不明白。我跟小佳说，我说这个梗你 OK 不？小佳说，你这个还好，他们的更过分。他让我呈现的啊，
前面说的这些谎言吧，都很容易识破，但是生活中有些高端的骗术，它包裹得很好，听着就像真理似的。比如我从小就被人夸，女孩是小棉袄，女孩心细，天生就会照顾人。我当时听着可美了，我心想，我天生就会照顾人。我看《士兵突击》，我都想进去给许三多洗袜子。但你仔细想，这事儿符合逻辑吗？天生就会照顾人。医生给我接生说，哎，这小孩，你看这小孩，这胳膊上什么？套袖。这小肚子上什么？围裙。就爱刷盘子洗碗，你看给这胎盘刷锃亮。还有从小就听别人跟我说，女孩将来找个不累的工作，风吹不着，雨淋不着，太拼太爽不幸福。我工作为啥要担心风吹不着，雨淋不着啊？我不应该担心钱挣不着吗？但是当时我以为这些都是对我的宠爱，因为他们会说，你要是男孩，你给我去北上广，你甩开膀子去闯，没人心疼你。我当时6、7岁，我以为北上广是个场所，里边全都是甩开膀子的男人。直到有一次走错了，进了男澡堂，我说：“哎呀妈呀，误入北上广。”都快吓哭了，然后憋回去了。北上广不相信眼泪。女孩找个不累的工作，这句话是个阴谋，因为她没有说下半句。这句话说全了是这样的：女孩找个不累的工作，所以有时间有精力照顾家庭，而家才是真正累死你的地方。也就是说，你有 home， 但是你 home 累死。这些人间清醒的发言呢，都是我这2年的复盘。年轻时候我都信了，找了一个不累可以照顾家庭的工作，很早就结婚了，生了孩子。一生孩子，又有人开始瞎说了，说母爱是最无私的，当妈妈会自然享受母乳的感觉。我不享受。母乳什么感觉呢？你们被蚊子叮过没？现在你想象一下啊，你抱着个蚊子，6斤8两的大蚊子。嘴这么大，脑袋这么大，双眼皮儿，一次就叮你40分钟，一天叮10多回，边吃它还边哭，你还得拍它，你还不能拍死它。我当然爱我的孩子，但有些话真别瞎说。当时我记得有个公众号说，当妈了之后自然就会懂，母乳的幸福感会上瘾。上瘾的东西还用你宣传吗？上瘾的东西不都让你戒掉吗？我没看过哪个 KTV 里唱拒绝黄，拒绝赌，拒绝乱哺乳。这些谎言会形成一个闭环。我找了一个不累的工作，我赚的就少，我就请不起阿姨，就只能天生就会照顾人。我越照顾人，我越无私，将来就会把钱都花在孩子身上，然后自己去直播间买 LV 2025。我刚生完孩子那一年，一天到晚也不洗头也不洗脸，我看着镜子里我自己，我发现我妈根本就没骗我，我就是垃圾堆里捡来的，我应该洗个澡了。去哪儿洗？北上广。这些年我的生活其实一直围绕着我的家庭。以前也有人问过我，你怎么说啥都离不开你家的事儿？因为我几乎没有我自己的生活，所以今年来这个节目其实就是一个目的，我就是想看看我脱离了我的家人，我的孩子，我到底可以跟我自己说点什么。每说一次在这台上，我都在跟我自己对话，我都无比珍惜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谎言，但是今天我说句真话，我有点爱上我自己了。谢谢大家，我彩霞。